从2026年开始 ，YouTube 已经不再是努力就会慢慢起来的平台了。我看到很多创作者其实很认真，有拍片，有剪辑，有研究标题缩图，但是观看量就是不稳。问题通常不是你不够努力，而是你在重复犯一些 YouTube 非常不宽容的错误。这支影片我就会把这些错误一次性的讲清楚。Hello Grayson， 这频道讲反给你 YouTube 频道运营以及流量变现技巧。我每周都会分享3部影片来帮助你少走弯路，所以要记得订阅我频道。这里我还特别准备了一份 YouTube 新手成功宝典，里面会有频道成长以及变现的核心策略，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免费领取。首先第一个错误就是录制的时候一直看荧幕而不是看镜头。很多创作者在拍摄影片的时候其实是很专注的，专注内容，专注表达，专注把话讲清楚。但是当你去回头看你成品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一个很微妙的事情，画面是你，声音是你，但是整体的感觉就像是你在对着空气讲话一样，不是因为你讲的不好，而是因为你让观众觉得你并没有在跟他说话。很多时候问题不在内容，而是你站在哪一个位置说话。当你在拍摄影片的时候一直在看向荧幕，看自己，看画面，观众会觉得你很忙，但是你没有在忙我。 YouTube 它是一个很残酷的平台，它会放大所有没有连接感内容。你没有错，但是你没有被感觉到，而一旦观众没有被感觉到，那么再好内容观众也是只会当成背景声音的。第二个错误就是影片开头先交代背景，而不是先说重点，这是新手最容易犯错的地方。你很认真的去准备影片的开场，你想先交代影片的背景，先把整体脉络讲完整，甚至你会害怕一开始讲得太快，观众跟不上。但是你忽略了一件事，观众点进来的那一刻并没有承诺要理解你，他只想先确认一件事，这支影片是不是有在解决我的问题。如果他打开你影片，但是几秒钟之后还是没有发现他们想要的答案，不是因为你讲的不清楚，而是你讲的太站在自己的那一边了。慢开场最伤的不是流程，而是信任，因为观众会在心里默默的做出一个判断，他好像没有搞清楚为什么我要看这部影片。第三个错误，把 logo片头动画放在影片最前面。很多创作者在片头这件事上一直会有挣扎，一方面创作者都会知道大家现在是越来越缺少耐心的，一方面又觉得如果说我没有这个片头了，我还剩下什么？但是我们要理解一件事，观众在点击进来你影片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答应要认识你，他只想在那个时候快速做出判断，这支影片值不值得我再多花30秒。所以任何一个会让他等一下的设计，像是你的 logo、片头动画、你的影片慢慢的开场，都会是他接下去观看的阻碍。不是因为你整体内容不好，而是因为你把最不应该放到片头的东西放到了最前面。下一个错误就是缩图塞太多的文字还有元素，想一次讲清楚。很多创作者在做缩图的时候其实是出于好意的，你会担心别人会不会看不懂我的缩图，会不会误会我在讲什么，于是就开始补字、补说明、补线索，结果就是缩图上面什么都有，反而是最该出现的东西没有讲清楚，因为你忽略了一件事，观众不是在用理解的方式来读懂你的缩图，他是在滑动，在那一瞬间去决定要不要停下来。当你的缩图画面上面出现了太多的文字、太多的元素的时候，他就会心里默默觉得这上面东西太多了，感觉很复杂，我先跳过。所以不是说你的内容不清楚，而是说你在观众点击观看影片之前，一次性给了观众太多的讯息，要让他们理解了。缩图从来都不是要让观众去读懂所有信息，他要做的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吸引观众点击影片。下一个错误就是一支影片同时想教很多重点。很多创作者在准备内容的时候，心里面其实是很认真的，你就会想，既然拍都拍了，我就多给一些信息，多给一些价值，那么观众在看完之后呢，就会觉得这部影片对于他们来说很有用，于是就在一支影片里面
重点一个又一个的出现，每一段分开来看呢都是非常合理的。但是当你回头看一下这一部影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观众好像记不住任何的重点，不是因为你的内容不够好，而是因为你需要让观众消化的东西实在太多了。当一支影片里面没有一个清楚的带走点，那么观众看完之后就只有一种感受，好像学到不少，但是不知道应该从哪一个先开始。 YouTube 不奖励讲很多，它奖励的是清楚好吸收的体验。下一个错误就是在同一支影片里面要求观众做太多事情。很多创作者到了影片结尾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焦虑，你就会想，到了影片结尾了，是不是应该提醒观众来订阅了，按赞是不是也要说一下，顺便也引导他们来给我的影片留言评论，或者说参加我的社群。于是话一出口，观众就觉得一下子突然多了这么多选择。但问题是，观众在那个时刻根本就没有做好准备，因为他们刚刚看完你内容，还在消化你影片，但是你却一下子要他们做那么多选择。结果呢，不是他们不配合，而是说在那个情况下，他会觉得这么多选择，我先离开吧。不是因为你要求太多，而是你没有考虑到观众在这个时候他们能做哪一种选择。当一部影片没有清楚的下一步，即使说你说了再多的行动呼吁，最后的结果也很有可能是没有任何的行动。下个错误呢，就是用聊天的能量拍影片，没有补偿镜头的消耗。很多创作者私下聊天的时候说话是很有内容的，讲话清晰，逻辑清楚，朋友也听得懂，但是一坐到镜头面前，同样的说法，画面就变得非常平。不是说你突然变得不够有趣，而是说镜头会吃掉一些能量。镜头它是没有表情、没有回应、不会点头的，你讲出去的每一句话都会少一半的反馈。当你在镜头面前能量一低的时候，观众虽然不会立刻关掉你影片，但是他们的注意力就会慢慢的飘走。不是说你的内容不够好，而是说你在用平常聊天时候用到的能量，运用到了一个你需要主动输出高能量的环境里面。如果说你没有刻意的去补上这个落差，那么你影片就很容易被观众当成是背景声音。下个错误就是没有确认主题是否值得点击就开始录影。很多创作者在开始拍摄影片之前，其实并没有想太多啊。你会觉得这个主题我懂，我会讲，也有人需要，那么我就先开拍再说。于是呢，就开始花时间去写脚本，去拍摄、剪辑，最后上架影片。结果呢，发现影片的表现并不如预期。不是说你的内容不够好，而是说你没有让观众有个理由现在就点开观看。观众在YouTube上面滑影片的时候，他们不是在找这个资讯对不对，而是说这部影片到底值不值得我现在就点开观看。如果说这个问题并没有在点击之前就回答，那么你之后再多的工作都是不交。很多影片它在你按下录制键的时候呢，其实它的命运就差不多决定了。下个错误呢，就是剪影片的时候只在意讲完，而不是观众会不会继续看。那很多创作者在剪影片的时候，他们只在意一件事情，就是把内容讲完，哪一段是重点，哪一段不能少，只要自己觉得有必要就都留下来了。但是你忽略了一件事情，观众不是来确认你是不是有把这个事情讲完的，他是一边看一边做决定，我要不要继续看，还是直接划走。只要你影片里面的某一段开始拖沓了，开始重复了，或者说观众已经懂了，那么注意力就会把观众拉开你影片。不是因为你的内容突然变差了，而是在你剪辑的时候，你站在的是我有没有把这个内容讲完的角度，而不是观众现在愿不愿意继续看的角度。当影片失去了往前推的力量，那么观众离开也是非常自然的结果。下个错误呢，就是几乎不规划内容，全程靠即兴发挥。很多创作者会觉得即兴呢会比较自然，在镜头面前表现也不会觉得像是在背稿。一开始确实会更加有一种真实的感觉，但是拍到后面内容开始绕，开始重复了，自己也不知道要讲多久。不是说你不会讲，而是说你在一边讲一边思考，你就会开始感觉到节奏松掉，自己很多重点没有讲到。即兴不代表你完全不需要准备，而是说你可以准备的不够明确。当一部影片没有提前想好这段内容要带观众去哪里，那即使影片的内容本身不差，也会让观众失去方向感的。
的。下一个错误就是在一支影片里面不断顺便延伸其他话题。很多创作者在拍影片的时候，常常会产生一个念头，好像这个也是重点，我顺便说一下。一开始只是想着去补充，后来变成了延伸，再到后来连主线都不清楚了。每一段顺便本身是没有错的，但是你要想清楚，观众不是跟着你的思路走的。观众点进的影片，他是带着一个期待点来的，他们想知道你一开始答应他们的那件事。当你不断的在影片里面岔开话题，那么观众看久了之后，就会觉得我好像跟丢了。不是说你的内容突然变差，而是说你没有带着观众一直往前走。只要主线一模糊，那么观众的注意力就很难回来了。下个错误呢，就是只做长影片或者只做 shorts， 没有角色分工。很多创作者在内容形式上面其实会走到一个极端，要么只拍长片，觉得 shorts 很肤浅很零碎，要么只做 shorts， 觉得长片需要花很多时间，回馈太慢。但问题不是你选了哪一种，而是说你要清楚他们各自是干什么的。当你把所有的期待都放到同一个的内容形式上面，当成效不如预期的时候，你就会显得非常挫败。长影片和 shorts 本来不是完成同一件事情的，一旦你没有分清楚他们的角色，即使说你再努力，节奏也是很容易乱掉的。下一个错误呢，就是画面只是存在，没有帮助理解内容。很多创作者会觉得只要人出现在了画面里面就足够了，于是从头到尾整支影片都是同一个画面，同一个角度，同一个节奏。不是说这样拍不行，而是当画面没有在帮忙说话的时候，观众其实是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理解你在说什么的。一旦观众开始理解的吃力了，他们的注意力就会松动。不是说你讲的不清楚，而是你的画面没有在辅助重点，反而是变成了一个静止的背景。当画面只是存在，并没有帮忙理解，那么观众也就很容易去离开你影片了。下个错误呢，就是拍自己想拍的主题，而不是大家正在讨论的。很多创作者在选题的时候其实是很诚实的，你会拍你最近想的，你正在研究的，或者是你觉得很重要的事情。但问题是，观众并不知道你最近在想什么，他是在 YouTube 上面找答案、找共鸣、找正在发生的事情。如果你的主题正好没有接在这个正在被讨论的线上，即使说你的内容不错，也是很容易被划过去的。不是说你选的题目是没有价值的，而是它没有站在观众此刻最在意的位置上面。当这个主题只是对你有感觉，并没有接上外部热度的时候，它的曝光度也是有限的。下一个错误呢，就是没有回头录制自己已经表现好的影片。很多创作者在经营频道一段时间之后呢，就开始往外看，他们会看其他人在做什么内容，他们会看最近流行的方式是怎么样的，他们甚至会想是不是应该换一种方式，换一个方向去试试看。但是他们很少会问自己一个问题，现在在我频道里面已经发的影片里面，有没有哪支影片是观众主动告诉我他们喜欢这类型内容的？点击、观看时间、留言反馈，这些都不是偶然。当你忽略频道里面已经被验证过的内容，而去不断的尝试新内容的时候呢，你频道的成长是非常不稳定的。不是你没有做对过，而是你没有顺应着已经做对的方向继续前进。下个错误呢，就是因为怕重复，就一直换主题方向。很多创作者在做内容的时候呢，其实心里面会有一种顾虑，他们会担心这个话题好像之前讲过了，观众会不会觉得我在重复，我是不是应该换点新东西了？于是呢，就让频道的主题不断的在变，每支影片看起来都不一样，但是频道呢却越来越难被记住。因为对于观众来说，重复不是问题，模糊才是。当你一直在换方向，观众就很难理解你到底是要解决什么问题，要提供什么价值。不是你讲的太多，而是你没有在一条直线上面去讲的够深，讲的够久。一旦你的频道方向不稳，那么每一支影片都需要观众重新理解，需要算法重新认定，那么你频道的成长也是会越来越慢的。下一个错误呢，就是设定一个无法长期维持的上片频率。很多创作者在开始都是充满干劲的，你就会想，既然开始做了，就要多拍一点，多上传一点，先冲一把再说。于是呢，就给自己定了一个很漂亮，但是无法长期维持的更新频率，比如说一周更新5部影片。一开始还是可以的，但是
后面呢就觉得压力越来越大，越来越累，内容品质也在下降。不是说你不够努力，而是你一开始就把一个频率定在了一个无法让你长期呼吸的节奏。当上片变成一个负担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再有额外的精力去注重影片的质量，也就很难让你坚持下去了。当你影片上升的频率不稳定的时候，演算法就很难去给你建立起信任，观众也是很难去建立期待的。不是因为你拍的不够多，而是你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个能够让自己走更久的路。下一个错误呢，就是把太多心力放在设备升级，而不是内容体验。很多创作者在遇到瓶颈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内容，而是设备。是不是镜头不够好？是不是灯光可以再升级一下？是不是声音不够专业？于是呢，就用了很多时间还有精力去挑选新的设备，去比较不同的规格，去等待新的设备到货。但是影片上线之后呢，观众的反应并没有很大的改变。制作影片不是说设备毫无影响，但是它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来影响你整体频道的表现。对于观众来说，真正影响他们观看体验的，不是说画面有多锐利，而是这里面的内容有没有让他们想要继续观看。当你把注意力过度的放到升级设备上面的时候，真正该被优化的观看体验却被延迟了。下一个错误呢，就是试图一个人去探索所有的 YouTube 成长方法。那很多创作者呢，都是习惯自己来的，资料自己查，问题自己想，卡关就多看几支免费的影片。表面上看起来很努力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就会发现方向越来越乱，因为你接收到的资讯是来自不同背景、不同阶段人，每一个方法你都感觉好像都很有道理，结果不是说你不行动，而是你并不知道应该相信哪套理论。YouTube 成长很少是靠一次灵感、一支影片就摸索出来的。当你什么都想自己试，你反而会在最容易错的地方花最久时间。那说到这里，我也想告诉你一下，我有一个正在经营的创作者社群创意联盟，在里面不只是讨论 YouTube 频道经营的问题，那我也整理了一些系统化的教学内容还有示范，来帮助大家把正确的观念真正用到频道上面。这个社群的重点呢，就是让你知道你现在遇到了什么问题，你应该如何解决，你现在应该做哪一步，你下一步应该怎么走。如果你现在需要的是有一个正确的方向，有一个可以一起走，不用再乱猜的环境，那欢迎你加入我的创作者社群创意联盟，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加入。下个错误呢，就是拍不到短期成果就开始怀疑整个方向。很多创作者在前几个月都会撑得住，会拍、会剪、会调整，只是数据一直没有起来，于是心里面就会开始出现一种声音：是不是方向选错了？是不是题目选错了？是不是根本不适合做这件事？问题是 YouTube 的回馈本身就不是及时的，很多内容在当下看起来是没有反应的，但其实呢，它是没有放到对的位置上。但是一旦你为了短期的成果，一次又一次的推翻之前内容，每一次都重来，就是把你之前累积都清空一次。不是因为你没有走对路，而是因为你还没有走到更远的地方，就直接否定了。当你一直在怀疑你的方向的时候呢，你的成长就变得非常不稳定。下一个错误呢，就是拍影片的时候优先满足自己，而不是观众会得到什么。很多创作者在拍到后面会慢慢回归到一个很自然的状态，拍自己想讲的，整理自己最近的想法，把所有想讲的东西一次性都说完。这样做是没有错的，但是你没有考虑到观众是没有参与到你这个思考过程的。他点进来你影片，他只想知道一件事情：这部影片对于他们来说能够得到什么。当你内容的出发点变成了我想说什么，而不是你能够带走什么，那么观看体验就会开始偏离。不是说你不真诚，而是你站错了位置。YouTube 它从来都不是我说完就好的平台，而是一个以观众感受为中心的训练场。当你优先的为观众整理信息，优先的为观众节省理解成本，内容才会真正的被留下来、被分享、被记住。如果你看到这里了，其实你会很清楚一件事情：问题从来都不是你不够努力，而是整体的流程你没有处理好。修整这20个错误是你第一步，接下来真正的关键就是你如何保证每周稳定的输出影片。我之前做了这期影片，会告诉你我是如何保证每周稳定输出3部影片的，整个流程我都会公开，从规划到制作，全流程都告诉你。如果说你现在卡在时间不够，效率太低，那么这期影片我希望你现在就去观看。